更不用说天尊修为的古天君等人了。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愿来此打扰圣皇的闭关。毕竟身为修士，往往闭关时都是神通或者修为到了某种关键时刻，如此才会封闭灵石，完全沉静。一旦被打扰，虽到了圣皇这样的修为，不会轻易出现走火入魔之事，可也会在心神波动中使得修炼失败。可实在是他们不来不行啊！古天君、陈苏，还有一个穿着文袍的中年男子，三人面面相觑。圣皇朝的4位天尊，除了一人镇守第2仙域，在圣皇城的3人，此刻都到来了。再这么下去，等圣皇出关时，他的那些天龙鱼估计就要绝种了。陈苏大声的悲呼，咬牙切齿中是声音传遍四方。这该死的白小纯，或者我们应该给他找个罪名，先将其拿下。一旁那位穿着文袍的中年看着陈苏那夸张的悲呼，心底有些鄙视，目中露出阴柔之芒。自己这里也同样大声开口，按照古某的想法，何必来打扰圣皇？古某过去一剑斩了那白贼就是。古天君冷哼一声，目中杀机一闪，他早就看白小纯不顺眼了，有心出手，但却被陈苏与眼前这中年修士不断的暗中阻拦。按照陈苏与中年文士的说法，圣皇朝毕竟不是邪皇朝，这里一切都讲明面上的规矩。白小纯没有触犯圣皇朝的法律，身份有特殊，他们3人哪怕身为天尊，也不好强行出手。最重要的，若白小纯好杀也就罢了，他们已经知晓白小纯手中有世界之宝，也明白他们3人任何一个虽都可镇压白小纯，但一旦出手，短时间结束不了战斗。除非是3人同时出手，可这样的话后果太大，怕是比天龙鱼的风波还要严重。这些言辞，古天君这几天听得都烦了，他自然明白这2人阻拦自己的背后存在了什么样的因果。这一点古天君心知肚明，也对白小纯的手段感觉棘手。实际上他们心中也都明白，若那天龙玉是属于他们3人之物，白小纯这么干，他们哪里还会管得了那么多，早就出手了。可毕竟这天龙鱼是圣皇的。另外最大的重点则是白小纯之所以能一连钓鱼半个月，满朝权贵只是口中说的话愤怒，对外表达的是爆发，但实际上就从来没人去管过。因为白小纯没有吃独食，他这半个月每天都会拿出一部分天龙鱼送给朝中的权贵，包括陈苏，包括中年文士，甚至古天君那里，家中各自都有不少白小纯送去的天龙鱼。拿了白小纯的鱼，他们自然想要更多一些。不过这些家伙一个个都是老奸巨猾，该表达的愤怒也必不可少。眼下3人之所以来到这里，要去提醒圣皇，也只是想要把自己摘出去罢了。3人相互看了看，之前故意的大声说话，已经把想要表达的都表达了，而他们的修为加持中，也相信自己的话语应该是传入到了圣皇的闭关之地，此刻都不再言语了。很快的，就有一股强悍的波动骤然间从那水潭内猛地爆发，轰鸣中，整个圣皇城都震动起来。福地内正在吃着烤鱼的白小纯也都身体一个哆嗦，小心谨慎地看向皇宫的方向。前几天陈苏那老贼暗示我说圣皇在闭关这气息，圣皇出关了。白小纯有些紧张，可一想到自己这半个月可是把近乎30%的天龙鱼都分了出去，他就觉得安稳了不少。法不责众嘛，再说了，我绑了天尊送来，吃几条鱼估计也没事。白小纯摸了摸鼻子，干壳中带着忐忑，看了看面前的鱼，狠狠咬了一口，似乎吃着烤天龙鱼能让他安心不少。此刻皇宫深处，随着水潭内气息的爆发，水潭自行分开，一身青衫的圣皇缓缓从走出。古天君3人深吸口气，立刻向着圣皇一拜。圣皇的面色有些难看，之前3人的话语，那么大的声音，又特意的加持了修为，他怎么可能听不见？此刻神识蓦然散开，扫过整个圣皇城后，对于这件事情他已经彻底了解。可越是了解，他的心神就越是震动，尤其是发现天池内的天龙鱼足足少了近乎2成后，哪怕他身为圣皇，也都只觉得心中被狠狠地刺了一下，那种心痛的感觉顿时就强烈无比。我的余圣皇努力控制着呼吸，狠狠地瞪了古天君3人一眼。对于这3个天尊，他自然极为了解，明白这3人是一方面拿了白小纯的好处，一方面又想把自身摘出去，这才有了今天之事。而想到白小纯那里居然把天龙鱼分出去那么多，使得如今满朝权贵的家族，不说人人都有，可那些掌握巨大权力之人，一个不少后，就连圣皇也都沉默了。他的面皮抽动了一下，颇有一种有无穷之力，可却打在了棉花上的感觉。一来白小纯身份特殊，二来天龙鱼被分给了太多人，无论他怎么做都很是头痛。惩罚白小纯这是罪不至死，也难以关押，最多也就是处罚而已。可如今白小纯一穷二白，圣皇也知道对方根本就不会担心被处罚，毕竟身份特殊，这就让圣皇头更痛了。似乎摆在他面前唯一的路就是发配出京城，可这一点他是绝不同意的。好一个白小纯，这是要逼我把他弄出去吗？半晌之后，圣皇深吸口气，右手蓦然抬起，向着整个天池蓦然一挥。这一挥之下，顿时一股寒气惊天爆发，轰隆隆中，随着圣皇城无数人关注皇宫，关注此事，
他们一个个都骇然地发现，这寒气在扩散下直接笼罩了整个天池。眨眼的功夫，在那无数的咔咔声下，圣皇城的天池竟肉眼可见的冰封起来。一切也就是10多个呼吸的时间，圣皇城寒气滔天，所有的池面全部冰冻。这冰冻不是将天池水都化作寒冰，而是如封印般冰封了厚厚的一层，好似隔绝一样。除非是修为能达到破开圣皇术法的程度，否则的话根本就破不开寒冰，也就自然无法继续钓鱼。我将池水封死，看你怎么钓！圣皇面色难看，袖子一甩，没理会陈苏三人，走入水潭继续闭关。陈苏三人相互看了看，各自咳嗽中也都离开了。很快的，天池被封之事在整个圣皇城就扩散开来。那些拿了白小纯好处的权贵，一个个立刻收声。至于其他人，虽也叫嚣，可却掀不起太大的风暴。至于白小纯这里，察觉到天池被封后，他松了口气，知道这一关自己算是过去了。可转念又觉得不忿，太小气了啊！堂堂圣皇啊，那天池里一共2万多条天龙鱼，我这半个月才钓了3000多条，还有1万多呢。我也是花了很大的本钱的呀，那么多只换丹呢。白小纯有些遗憾，不过想到这半个月自己吃天龙鱼，修为突飞猛进，如今已经吃到了几乎不怎么增加修为的程度后，遗憾的感觉也就少了很多。只是看着那天池上的寒冰，白小纯总觉得自己好像忽略了什么，奇怪，总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的样子。第1064集，你们一定会后悔，白小纯出名了。如果他之前的名气是因绑了鬼母，再加上身为通天世界魁祖，那么现在他的名气已经完全是依靠那些天龙鱼。一时之间，通天宫白小纯这个名字在整个圣皇城内轰动无比。听说了吗？那通天宫钓了3000多条天龙鱼，最终圣皇陛下居然没有责罚。何止是没有责罚，圣皇他老人家直接就将天池封住了。能逼得圣皇封天池，这白小纯也太让人不可思议了。怕是再给他半个月的时间，这家伙能让天龙鱼绝种。种种议论之声在圣皇城内此起彼伏，不断的扩散时，白小纯也有了最直观的感受。他每次出门，发现暗中打量自己的目光数倍增长。到了最后，几乎是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传来指指点点的声音。看来我实在是太优秀了，就连永恒仙域内的修士也都对我情不自禁了。白小纯干咳一声，很是怀念这种感觉，对此没有丝毫的不适应。实在是他当年这样的一幕经历了太多。可就在白小纯感慨时，那位蛮荒的刘天侯认为找到了机会，从这件事情上看出了希望，于是在圣皇出关后的一次朝会上奋书上奏，痛诉白小纯。臣找出了这白小纯偷取天龙鱼的手段。经过微臣数日的研究，再加上对这白小纯的了解，甚至不惜花费极大的代价，弄到了一条天龙鱼来研究，最终已经彻底明悟。陛下，这白小纯一定是用了丹药。通天世界炼丹之法，老臣虽了解不多，可也能依稀看出与我圣皇朝不同，所以这一定是他用了某种丹药，使得那些让人尊敬的天龙鱼一个个遭了殃，被他偷走。那些天龙鱼何其无辜，身为国宝，从来不知人心险恶，就这样被残忍的杀害，这是我朝开国以来最大的冤案啊，前所未有，令人发指，人神共愤。老臣一定要为那些天龙鱼伸冤，恳请陛下降旨，把白小纯扔到天池内，将其喂鱼。刘天侯慷慨激昂的在一次朝会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当着白小纯的面走出后，向着圣皇一拜，立刻连珠炮般开口。白小纯吸了口气，这种朝会1个月一次，算算时间，这还是他首次参加，原本有些紧张，担心有人提起天龙鱼，可等了半天也不见人说此事。而见那圣皇也是依旧温和后，白小纯才放下心来，站在人群里，心不在焉。可他没想到，就在这朝会要结束时，那刘天侯居然又跳了出来，这就让白小纯怒了。我说老刘啊，我送天龙鱼的时候，念你也是通天世界的，还多送了你一条，你现在居然想把我去喂鱼，你给我等着！白小纯内心冷笑，瞪着刘天侯，心底琢磨着一定要找个办法弄弄此人。当初在蛮荒被这家伙跑了，如今在这里看他怎么跑。大殿广场上，众人一个个都神色古怪，看向刘天侯，又看了看白小纯，没人说话，甚至里面有不少都皱起眉头，看向刘天侯时目光有些发冷。倒不是他们倾向白小纯，若换了其他事情，他们一定落井下石，毕竟哪怕现在也依旧看白小纯不顺眼。可实在是这些人几乎都是拿了白小纯的天龙鱼，在他们看来这件事敏感，既然都已经过去了，圣皇都默认了不再去提，这姓刘的怎么如此不开眼？竟在这朝会上大肆重提，就连圣皇也都眉头微不可察的一皱，他也不愿再提这件事情。天龙鱼的损失可以说是白小纯带头，领着满朝权贵的一次瓜分，这种事情他每次想起都觉得心痛。那些天龙鱼他平日里也都不舍得去吃，而是作为国宝一般赏赐。可如今，尤其是对方说的那些，圣皇不是不懂，他事后也都查看过，
的确是在天池内找出了一些端倪，可却没用。白小纯做得太小心谨慎，那致幻丹又融化得快，以至于就算是圣皇，也只是略微查出，但却只能无奈。当然，若他真的决心去查，还是可以查出的。不过衡量之后，圣皇还是决定忍了。可他也有底线，冰封天池只是态度，他打算几个月后解开。如果白小纯还去钓鱼，那么就是找死。爱卿可有证据？圣皇将脑海里的不悦压下，淡淡开口。圣皇一查就知。刘天侯激动，赶紧大声说道：“好，你退下吧，此事本皇会安排人查一下。”圣皇说着，站起身，结束了这一次的朝会。众人眼看圣皇离去，也都散了。不过临走前，有不少看向刘天侯时，都目光冷冽。此刻，这位刘天侯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身体一个机灵，明白了之前圣皇言辞里的敷衍。他顿时悲愤起来：“你们不懂，你们一定会后悔的。这白小纯，他根本就是一个天大的祸害啊！”刘天侯悲愤中，白小纯也越发生气，狠狠地瞪了刘天侯一眼，哼了一声，越发坚定要收拾此人的想法，这才随着众人离开皇宫。此刻是深秋季节，朝会结束后，走在回福地的路上，白小纯一边琢磨如何收拾那刘天侯，一边随意地打量被冰封的天池，心底叹了口气。好在这天龙鱼对我已经失效，以后不钓了就是。白小纯摇头间，眼看就要回到了福地，可突然的，他脚步一顿，猛地看向冰封的天池，看着那厚厚的冰层，隐隐似能看到冰层下有一条天龙鱼正在撞冰层。可这术法形成的寒冰，又岂能是天龙鱼撞开的？可这一幕落在白小纯眼中，渐渐的，他的呼吸急促，他的额头开始冒汗。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觉得不对劲了。白小纯睁大了眼睛，心脏跳动逐渐的加速。他此刻想起了自己之前忽略的地方，这些鱼，他们之前已经对致幻丹上瘾。我钓鱼的那半个月，还会时而扔出一些致幻丹，使得他们的瘾头虽越来越强，可也能缓解。而如今这里被冰封了，这些鱼没有了致幻丹，就好似上瘾之后突然停药。白小纯想到这里，只觉得全身汗水都出来了。这些鱼不会发狂吧？白小纯心惊肉跳，犹豫着要不要去提醒一下圣皇。可一想到若去提醒了，就等于自找麻烦般，他就叹了口气。这个应该不怨我吧？是圣皇冰封的天池。白小纯嘀咕了几句，赶紧匆匆回了福地。在之后的数日里，白小纯每天都心惊胆战，任何风吹草动都让他紧张不已。也不知是不是错觉，他总感觉冰封的天池下那些天龙鱼已经要彻底发狂了。我也想继续给你们致幻丹啊！白小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中，在这一天清晨，突然的整个圣皇城竟轰然一震，好似地动山摇，有不少荷叶都强烈的震动起来，就连皇宫所在的莲花也都摇晃了一下。这巨响传遍八方，使得无数建筑在这摇晃下也都震颤不已，更是让城池内所有修士一个个都骇然的急速冲出。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敌袭？一个个权贵也都震惊，陈苏三位天尊也都神识蓦然散开，甚至就连皇宫内也在这一瞬滔天起了浩瀚的神识，横扫天地。那是天龙鱼，他们疯了，竟在啃咬荷叶。随着众人神识散开，瞬间他们就看到在这天池上的诸多荷叶下，大量的天龙鱼，他们撞不开冰层，此刻正在荷叶下方，其根基所在之地正红着眼，疯狂的撕咬。白小纯也看到了这一幕，顿时傻眼，欲哭无泪。第1065集，监工使。整个天池的天龙鱼都暴躁起来。天池虽被圣皇冰封，可封的只是池水表面，这寒冰尽管蕴含术法波动，天龙鱼也无法撞开。可整个天池上还有数千的荷叶，这些荷叶是无法也不能被冰封的。如果说天池是圣皇城的根基，那么这数千荷叶就是圣皇城的大地，无数的建筑都修建在荷叶上，将正中间莲花上的皇宫环绕起来。也正是因荷叶无法被冰封，所以那些瘾头发作后长久无法得到致幻丹的天龙鱼，在这暴躁中，他们的目标放在了那些荷叶上，尤其是荷叶下的根茎更是重点。此刻能看到，在那些荷叶的水下根茎处，大量的天龙鱼正在疯狂的啃咬，甚至有一些荷叶都倾斜起来，之前的地动山摇也是因此而出现。还有不少荷叶都差点被啃咬出窟窿，边缘的地方更是在那一条条天龙鱼的发狂中，被咬的程度是参差不齐。放眼看去，整个圣皇城如同遭逢浩劫，而最让人心神狂震的是，在这天池内，竟还有不少天龙鱼，他们的目标并非荷叶，而是皇宫下莲花的根脉。在那根脉处，那些天龙鱼红着眼，正不断的撕咬，以至于莲花震动中如低下了头一般，使得其上的皇宫在那轰鸣中明显的倾斜了。这一幕让所有看到的修士都脑海嗡的一声，心神如掀起滔天大浪的同时，一声怒吼从皇宫内蓦然传出：“白小纯！”这怒吼惊天动地，回荡整个圣皇城的同时，白小纯在福地内愁眉苦脸，心神也是惶惶不安。这真的不怨我啊！
我只是想吃点鱼，是你冰封的整个天池。白小纯哭丧着脸，他这一次的的确确只是想吃点鱼而已，后面的事情已经不受他控制了。此刻脑海急速转动，寻求化解的办法。我立下那么大的功劳，吃点鱼而已，这圣皇又何必封了天池？白小纯连连叹息，觉得此事有些棘手。与此同时，在这整个圣皇城都轰动的瞬间，圣皇的身影刹那就出现在了半空中。他面容有些抽动，看着四周的一切，整个人已经要控制不住了。他虽没有证据证明这一切是白小纯所为，可天龙鱼的诡异，他直觉就判断出这一切必定与白小纯前段日子的钓鱼有关。杀心顿起，但却被他强行压下。如今他没工夫去处理白小纯，眼下整个圣皇城处于危机中，他右手立时抬起，向着天池猛地一按。这一按之下，顿时一股浩瀚惊天的太古修为骤然间就从圣皇体内爆发出来，直接就遮天蔽日一样，笼罩世界八方。随着其右手狠狠一抓，顿时这永恒世界的冰寒气息似乎一下子就从四面八方急速的抽来。轰轰之声回荡间，苍穹色变，整个天空看起来都扭曲了。一丝丝寒气从虚无而来，从苍穹而来，从大地而来，眨眼的功夫就凝聚在了圣皇城中。在圣皇的掐诀一指后，寒气下沉，融入天池寒冰内。顷刻间，咔咔之声回荡天地。只见那原本只是被冰封了表面的天池水，在一个呼吸的时间里就冰寒蔓延，所有池水从下到上全部冰封，连同其内的那些暴躁的天龙鱼也都在这寒气的扩散下，一条条身体直接就被冰层覆盖，一瞬整个天池成为了一块巨大的寒冰。没有结束，圣皇面色阴沉，右手再次掐诀，蓦然一指，顿时他体内的太古修为化作了某种神圣之力，映照苍穹大地，如同整个人化作了一轮太阳。这太阳有璀璨之光，可却没有丝毫火热，除了光亮外，只有一股神圣到了极致的净化之力，似在其内爆发出来。轰鸣中，这蕴含了神圣与净化的光芒，笼罩整个圣皇城，直接就穿透了天池冰层，从其内被冰封的上万天龙鱼身上一扫而过。所有的暗疾，所有的暴躁，甚至在白小纯来圣皇城之前，就已经于相互的争斗中出现了外伤的一些天龙鱼，竟全都在这一刹那，身体立刻恢复如常，体内的一切影响都瞬间被净化。这种净化之法，白小纯感受后不由得倒吸口气，心神的震动无比强烈，对于太古的强悍有了新的认识。这一切发生的突然，可从天龙鱼暴躁直至圣皇出手，一切只不过是短短的数息时间。很快的，当所有的天龙鱼都被净化后，天池的寒冰融化，池水清澈中，能看到里面的那些天龙鱼一个个在恢复了行动后，再没有了丝毫狂躁，如以往一样在池水中悠哉的游走。这一幕不但让白小纯松了口气，圣皇城的修士也都一个个放下心来。只是连同圣皇在内，他们看着无法被术法短时间修复的被咬得破损程度不同的荷叶，还有那倾斜的莲花与皇宫，他们内心的怒火依旧强烈。尤其是圣皇，他此刻心底恼火到了极致，差点就压制不住，不顾大局的要将白小纯一巴掌拍死，可最终还是忍了下来，目中寒芒一闪。他知道这段日子来，随着白小纯被自己册封为通天宫，这种千金买马骨的事情如同在圣皇朝竖起了一面旗帜，使得整个永恒仙域的通天世界之修都将此地看成了希望所在。甚至根据他的情报，已经有不少通天世界之修正向着圣皇朝赶来，这一切都让他这里无法斩杀白小纯。等你没用的那一天，再和你算总账。圣皇咬着后槽牙，深吸口气后，还是觉得此事要有所惩罚，于是冷哼中传出法旨：削通天宫万年俸禄，责罚其清理天龙鱼粪；削通天宫彩带，责罚其修补圣皇朝荷叶。说完之后，就连圣皇也都觉得这种惩罚不痛不痒。无奈中，他想起了那位刘勇之前的话语，印证了勿为其言之不预。册封刘勇监宫使。圣皇深吸口气，再次传出了法旨，这才袖子一甩，阴沉着脸回了皇宫。此刻，整个圣皇城对于白小纯的怒意已经强烈无比。在一处福地内，那位刘天侯激动无比的接旨，他明白自己之所以升官，正是因圣皇已经知道了白小纯的难缠，这是要用自己来监视白小纯。陛下放心，老臣一定用自己这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白小纯，用老臣手中的笔将他一桩桩大罪全部写成奏集。在这满城之人都怒意弥漫的同时，白小纯也松了口气，看向皇宫的方向。我差点动了圣皇城的根基，居然只是这些惩罚。白小纯眨了眨眼，感受到了圣皇那暗藏不发的杀意后，他内心一凛，沉吟片刻后，觉得自己还是安生一些为好。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白小纯虽愁眉苦脸，可还是不得不去清理天龙鱼粪，哪怕被人指指点点，也都只能选择无视。不过也有好处，他这每天在外的辛苦，渐渐也听到了不少人对于永恒世界的谈论，对这个世界更为了解。如公孙婉儿当初所说的，天尊之后是太古，太古之后是主宰，白小纯已经很确定公孙婉儿没骗自己。
同时，随着巨鬼王的一封信，白小纯也再次确定了通天世界之人的炼灵的确是圣皇朝与邪皇朝做不到的，而这也是他们对通天世界之修贪婪的原因之一。信中，巨鬼王也有抱怨，他所在的神罗州很是贫瘠，人烟稀少。不过因他与白小纯之前绑了鬼母之事轰动全世界，所以有不少通天世界之修主动找来。只是这些通天世界之修在来了后，都被巨鬼王所在的第二仙域的天尊打乱后分散在了各个州内。巨鬼王担心如此一来，怕是用不了太久就会被圣皇朝同化，长此以往，通天世界之修的称呼将不复存在。看着信，白小纯沉默，他知道或许对于通天世界之修来说，安稳的生活是他们所渴望的，可他要做的是给这些人一个选择，是选择被圣皇朝同化，还是选择永生不忘自己的家乡？圣皇朝不会给他们这个选择，白小纯要做的是给通天世界之人争取这个选择。无论选哪一个，都是无可智慧之事。只有我强大起来，才可以为通天世界之人争取到这个选择的机会。白小纯想到这里，目中露出精芒。之前那数千条天龙鱼虽被他已经吃到了无效的程度，可带来的好处也是巨大。他的长生卷在那不断的攀升下，距离大圆满只差一丝，再进一步就是大圆满。而到了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去尝试突破半神，踏入大成，成为天尊。我还需要更多的能让修炼加快的仙丹灵草啊！白小纯深吸口气，眼珠四下打量圣皇城，脑海琢磨一切能让自己增加修为的东西。第1066集连焰，可想了好久，白小纯也还是找不出能让自己短时间快速增加修为的办法。尤其是这天龙鱼，他之前吃的太多，已经无效，只有炼丹了。白小纯喃喃低语，虽然通天世界与永恒大陆的炼丹存在了一些差异，且炼丹的消耗极大，可白小纯没有别的主意了。最主要的是他的储物袋内存在了不少的药草，另外我这里还存了一些鱼干。白小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储物袋，他之前钓出的鱼太多，虽送出以及吃了不少，可还是有一些做成了鱼干被他储存起来。那些鱼干估计能卖出个好价。想到这里，白小纯深吸口气，可心中还是有些迟疑。实在他这些年来每一次炼丹都会出现各种变化之事，对他来说已成阴影。尤其是想到如果在这圣皇城炼丹出了问题，估计比之前的天龙鱼暴乱还要严重后，白小纯顿时纠结。时间流逝，很快又过去了半个月。随着天池被白小纯整理干净，而那些龙鱼又活蹦乱跳后，白小纯眼看日子一天天过去，于是狠狠一咬牙，我小心一点，应该没事。白小纯心底告诫自己，有了决断，他开始购买炼丹所需之物，折腾了数日，终于将一切都准备齐全。在他的小心翼翼、近乎偷偷摸摸中，开始了炼丹。或许是白小纯的炼丹造诣有所提高，又或许是他的谨慎起到了作用。随着几炉丹药被成功炼出，竟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之事，这就让白小纯惊喜无比。但他总结了曾经得意忘形后的教训，依旧是继续谨慎。虽丹药被炼制出来的时间缓慢，但终归是持续的平稳。就这样，时间再次流逝，每个月一次的大潮，白小纯还是会参与，只不过大多是最后一个到来，懒洋洋地站在那里，闭着眼，不理会身外的任何事情。除此之外，几乎所有时间他都放在了炼丹上。很快的，数月过去，白小纯在这修行中，修为进展虽不如吃天龙鱼的速度，可却平稳无比，不断的精进起来。按照他的计算，预计差不多再有数年，他就可以突破半神后期，成为大圆满。与此同时，无论是满朝权贵还是圣皇，在这几个月中也看到了白小纯的低调。眼看再没有什么恶劣的事情发生，众人也都心头一松。不过平日里道貌岸然的笑容与言辞依旧不少。哪怕白小纯已经低调了，可对于圣皇朝的众人来说，他怎么的也都是外人。对于那些言辞，白小纯装作听不懂，也没心情去理会，整日沉浸在炼丹与修行中，使得圣皇城在这段时间出现了久违的平静。唯一不高兴的只有那位刘天侯，他已经磨刀霍霍般的盯着白小纯好久了。可眼看白小纯那里竟如转了性子一般的安宁无事，刘天侯着急了，他一定是有什么大阴谋。刘天侯深吸口气，坚定自己的判断后，盯着白小纯更紧了。就这样，又过去了数月。秋去冬来，寒宵春现时，在圣皇朝所在的天池上，开始时而有一株株莲蓬破出水面。也正是在莲蓬破水之后，整个圣皇城内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修士，一个个也都振奋起来，相互之间的议论之声在圣皇城很多区域都有传出。莲蓬出水，莫非又有莲焰大赏？上一次的莲蓬出水是在半甲子前，听说所有分到了莲子之人，在吞下后修为都增进不少，一定是与圣皇陛下半年前对整个天池施展神通有关，使得莲蓬提前出水。这谈论之声众多，甚至不少人都来到荷叶边缘，看着整个天池中出现的数十莲蓬，尤其是随着莲蓬的出现，散出阵阵清香，弥漫整个圣皇城内外，但凡是闻一口，都可以让修为运转加快不少。随着消息的传开，
随着议论之人越来越多，白小纯哪怕不怎么出门，也都注意到了莲蓬，渐渐听说了此事。尤其是弥漫在城内的清香，让白小纯也都惊奇无比。莲蓬，白小纯好奇中外出打探一番，回来时他的目中露出兴奋的色彩。我之前总是想着天龙鱼，居然忘了这天池内除了天龙鱼外，还有其他的天才地宝啊！白小纯想着自己探知的关于莲蓬的事情，顿时神色难掩惊喜。圣皇城之所以选择在这天池上修建，正是因这天池内有一株绝世仙莲，此莲绝伦天下，整个永恒大陆也只有这么一株而已。哪怕邪皇也都羡慕，是整个圣皇朝的至宝。这仙莲根须弥漫大地，虽只有一朵莲花，可却生出了大量的荷叶。与此同时，更有无数莲蓬藏在水下，每隔100年都会有部分莲蓬好似盛开一般破水而出。其内的莲子大小不同，最好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仙丹，就算是差一些的，只要能破水而出，都堪比仙丹。对于整个圣皇朝而言，每一次莲蓬盛开，其内的莲子都是至宝。不过对于莲子的摘取，圣皇有严格的规定，整个圣皇城内不可私取莲子，只有圣皇本人才有资格摘取。而每次盛开只能取1000莲子，不可多取，且只有破出水面的莲蓬才允许被取下莲子。一般来说，从第一株莲蓬破水，直至一株株陆续出现，取完1000粒的过程会持续半个月至1个月不等。同时，在这莲蓬盛开以及摘取的时间内，按照以往的惯例，圣皇都会摆下宴席，满朝文武都会参宴。在那宴席中，一边喝着仙酒，一边等着圣皇展现太古之法，取下一粒粒莲子，赏赐众人。往往1000粒莲子里有300粒左右，赏赐给满朝文武中排名靠前的300人，还有200莲子，则是赏赐给立下大功之辈，更有200莲子在指定之地拍卖天下。最后剩下的300粒将会被送入皇宫，作为炼丹之用。如今随着莲蓬已出现了数十株，关于莲宴的传闻也在圣皇城内扩散开来，甚至圣皇朝所在仙域以及第2仙域的修士也都振奋，一个个家族更是做好了之后去拍下的准备。这莲子堪比仙丹。白小纯深吸口气，脑海里将自己所探知的事情一一浮现后，他舔着嘴唇，双目冒光。凭着我通天宫的身份，怎么的也能被赏赐一粒吧？在白小纯这期待中，数日后，随着皇宫内传出浩荡的钟鸣之声，满朝文武这段时间一直等待的莲宴终于开启。白小纯压下内心的激动，整理衣衫后直奔皇宫。当他到来时，看到了皇宫内那巨大的广场上，如今摆放了数千案几，上面放着美酒鲜果，更有大量的宫中侍女相伴在旁，已有不少权贵之修提前到来，此刻正坐在一处处案几后，相互间谈笑风生。其中陈苏、古天君等人也都在内，他们也看到了白小纯的身影。古天君直接视若无睹，陈苏虽心中看不上白小纯，可表面上还是温和的一笑。至于其他权贵修士，大都如此，只是那目中深处的轻蔑之意，外人看不出，但白小纯修炼这么多年，与人打交道这么久，自然看得清清楚楚。这不是通天宫吗？平日里大潮时你来的都晚，今天来的挺早啊。通天宫从小世界来，怕是一辈子都没看到过仙莲，不过以通天宫的身份，想来这一次圣皇也会赏赐一粒。说起来，估计整个通天世界里，通天宫还是第一个能吃到仙莲之人，这种福气常人难有啊。品尝的时候可要注意一些，要细嚼慢咽品味一番。听着四周那些权贵之修的笑谈，白小纯干咳一声，装作听不出里面的讥讽，向着众人哈哈一笑，非但没有远离，甚至还找了个靠前的位置，挨着众人坐了下来。说起来也挺怀念的，以前我在通天世界的时候，每天一睁眼就用10万年的雪莲子在嘴里咬一口，然后吐掉，只取其香，那芳香一天都不散，很是难忘啊。本以为没机会了，没想到你们这里竟有仙莲子。白小纯轻咳一声，眼都不眨一下的吹嘘起来。可惜这里没有灵尾姬啊，在我们那里有一种仙禽，是天地规则演化，名为毁天灭地灵尾姬，用10000年以上的雪莲子与这灵尾姬一起红烧，再撒上一把50万年以上的仙椒，那味道吃一次轮回都不忘啊。可惜啊，就算以我的身份，也只是吃了几千只而已。白小纯叹了口气，目中露出追忆，露出怀念中很是遗憾的表情。第1067集，好东西。众人沉默，一个个看向白小纯时，神色内难掩古怪之意。吹嘘之事，人人常有，本不算什么。可如白小纯这样，当着众人之面吹嘘的如此虚假，偏偏还是一副煞有介事的表情，这就让众人不得不服气了。再联想到当初白小纯在圣皇面前都大言不惭的遗憾邪皇运气好，所以没有被他绑走之事后，陈苏干咳一声，主动岔开了话题，与古天君聊起了一些修炼上的事情。其他几位也都挪开落在白小纯身上的目光，相互打着哈哈，说起了其他事，不再提莲子，也不再给白小纯吹嘘的机会。实在是白小纯的吹嘘，他们听的都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10万年的雪莲，这雪莲运气的多好啊！
10万年都没被人踩走，毁天灭地灵尾鸡他奶奶的！吹嘘没事，可能不能吹嘘的认真一点，起个含蓄中带着奢华的名字也行啊。偏偏这么直白，按照他的说法，估计他们那里若有天龙鱼，名字一定是星空无敌仙界至尊天地无上天龙鱼。最夸张的是那50万年的仙蛟，该死的，我就没听说过，这玩意有50万年的。众人心底腹诽，不再理会白小纯时，白小纯心中得意，傲然的横扫众人，心底哼了一声，琢磨着若论吹嘘之事，自己以前虽不会，可只要稍微动动脑筋，就能吹死永恒大陆。没过多久，陆续的不少圣皇城的修士纷纷到来，就连那位钓鱼钓了100多年的海神大尊，也都兴致勃勃的来到了皇宫。在看到白小纯后，哪怕他们心中对白小纯很是不屑，可表面上还是露出笑容，更有一些收过白小纯天龙鱼的家伙上前还寒暄了几句。可他们骨子里的轻视，那种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意，隔着笑容，白小纯感受很是清晰。不过对于此事，白小纯在圣皇城的这段日子已经习以为常。如果有一天他们不排外，白小纯说不定还会不适应。习惯了这些人说话与办事的方法后，白小纯也脸上带着笑意思，一一回应后，对于那些来寒暄之人，也毫不迟疑地抓住机会，吹嘘之言张口就来。不多时，当皇宫广场上几乎座无虚席后，有钟声回荡，众人纷纷安静中，圣皇的身影从大殿内走出，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在出现后，众人全部起身拜见。都坐下吧，今日联宴，本皇将与诸位一同享用仙莲。圣皇笑道，很是随和地坐在了上首之位后，目光扫过白小纯时，笑容依旧，甚至还点了点头。众人齐声谢恩，这才一一坐下。白小纯也跟着大家一起。此刻坐下后，眼巴巴地看着圣皇，对于接下来要品尝的莲子很是期待。没有让众人久等，眼看落座，圣皇含笑中右手抬起，向着四周一挥，顿时浩荡天地，风起云涌间，有一只大手在苍穹上幻化出来。这大手散出神圣之芒，更有让白小纯心惊的威压。在扩散中，于众人的目光里，这只大手蓦然落下，直奔天池而去，向着那些破出水面的莲蓬，直接一扫之下，顿时这些莲蓬竟自动盛开般，从其内飞出一粒粒金色的莲子。至于那些莲蓬，只是莲子被取出，没有被破坏太多，随着莲子的消失，慢慢重新沉入天池中。那些莲子大的如同拳头，小的则是核桃般，数量不多，只有几十粒，被那大手一把抓住，出现时已在了圣皇的面前。数十粒莲子散出金芒的同时，更有浓郁的香气扩散八方，隐隐的竟使得四周出现了稀雾，远远一看，仿佛皇宫化作了仙境一样。那香气散入众人鼻间，让此地所有人都精神一振。白小纯更是用力的吸了几口后，只觉得体内的修为比往常要活跃太多太多。陈苏天尊、古天尊、周天尊3位天尊守护我圣皇朝，没有你们就没有圣皇朝。本皇曾言与众人分享天下，区区仙莲也当如此。圣皇笑声传出，在古天君3人起身一拜的同时，赫然有大半莲子直奔3人而去。天王守朝，诸公辅佐，本皇誓言里也有与诸位分享天下之愿，自然当赐。圣皇再次挥手，又有一部分仙莲飞向四周7、8人，每一个拿到莲子之后都起身一拜。此刻第一批莲子漂浮在圣皇面前的只有5粒，大都是略小一些，最小的似只有大半个核桃般，明显有些青涩的样子。白小纯眼巴巴地看着那些莲子，一下子少了这么多，连续2次都没自己的，有些急了，眼馋中昂首挺胸，争取自己这里能让圣皇注意到。我也是公侯啊！白小纯正琢磨怎么去提醒一下圣皇时，圣皇的目光一闪，看了看白小纯后，略一迟疑，右手一挥，汝等公侯与我圣皇朝立有大功，自然也赏。顿时圣皇面前的5粒莲子立刻飞出，直奔四周5人，白小纯也在其中，看着飞来的莲子，他心中很是振奋。可当他看清与抓住飞来的莲子后，却是皱了下眉头。也不知是不是巧合，他拿到手的莲子正是那粒最小的，如青色梅熟一般。实在是圣皇一想到天龙鱼的事，对白小纯就没丝毫好感。可白小纯的身份摆在那里，为了让通天世界修士归心，圣皇哪怕心底不情愿，可脸上笑容依旧，还是赏赐了1粒莲子。首日仙莲49枚，没有拿到莲子的爱卿莫要心急，但凡有功于圣皇朝，必有赏赐。圣皇微笑，整场莲宴他不需要全部在场，此刻又勉励了几句，起身离去。随着圣皇离开，宴席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但凡是拿到了莲子之人，身边都有不少来到喜祝贺的修士，沸沸扬扬，笑声回荡。白小纯这里也是围了一些人，他们看到了白小纯拿到的是最小的莲子，心底耻笑，可却不显露出来，依旧道喜。白小纯心底有些郁闷，可也没办法，与众人敷衍几句后，看到有一些人已经将莲子在这里就吃下了，于是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莲子，确定无碍后，索性直接扔在了口中。这莲子入口就化作芳香，瞬间扩散全身，
很快的，白小纯就感受到身体内似有一团火焰骤然爆发，扩散全身后游走所有经脉。整个过程虽只是持续了约莫10多息的时间，就消散得干干净净。可白小纯却明显感受到自己的修为竟在这10多息里，如同火山爆发一般，直接攀升了一截。虽还没有突破半神后期，但这精进的程度已经超出了天龙鱼。这么厉害！白小纯深吸口气，目中带着吃惊。他尽管之前判断这莲子奇效，可却没想到吸收起来只需10几息，且这莲子没有半点杂质，更是与修士契合到了极致。如果换作丹药来算，将是没有丝毫单独的绝品丹药。再有实力用不了那么多，再有武力，我就可以突破半神后期。白小纯内心火热，这莲子的药效让他的心脏跳动加速，满脑子都在琢磨如何再弄几粒莲子。直至这一天的宴席结束，白小纯回到了家里，也都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圣皇是不可能再给我了，不过这天池内的莲蓬大把大把的，可一旦被抓到，那事就大了。除非我能想个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取走白小纯。敲了敲额头，心底着急，实在是眼睁睁看着天池内大量的莲子，哪怕没熟，可那也是莲子，但偏偏只能看不能吃。我就不信了，鱼我都能吃个几千条，这莲子还能难住我不成？第1068集，小点声。白小纯抓耳挠腮，对于这莲子，他可以说是铁了心要去狂吃。此刻绞尽脑汁琢磨了一夜，倒也想出了一些办法，可仔细斟酌之后，还是觉得不稳妥，以至于第二天的莲宴，白小纯都没心情参加了。走在荷叶边缘，看着天池水以及水内隐隐可见的那些还没有破水而出的莲蓬，白小纯有种抓心挠肝的感觉。这圣皇朝也太富有了，就这么的把龙鱼啊、莲子啊放在天池内，可是能看到却吃不到。白小纯目内渐渐出现了血丝，若非是他觉得自己打不过那3位天尊，也打不过圣皇，恐怕此刻他都想一个猛子钻入水底，狂收莲子了。心中的渴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的强烈，实在是从通天世界崩溃进入到了永恒大陆后，白小纯早就意识到了，只有自己变得更强，才有资格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偏偏在这陌生的永恒大陆上，想要短时间修为爆发，所需的消耗太大。若给了白小纯足够的时间还好，可如今白小纯根基太浅，很难做到。发愁时，在之后的几天，莲宴的持续进行中，白小纯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莲子上，每天都绕着那些荷叶走来走去，脑海的念头转动已到了极致。他的这些举动也有不少人注意，可一方面如今莲宴如常，众人的心神都在宴席中，另一方面则是这莲子不像是龙鱼，白小纯想要悄然无息的取走根本就不可能。况且圣皇如今也没有闭关，而是每天都出现在莲宴内，这一切就使得圣皇朝的那些权贵修士，他们哪怕看出了白小纯的心思，可也毫不在意。我圣皇朝一向讲究规矩，没有到那个身份，仙丹般的莲子注定你只能看不能拿，一旦你伸手，你就犯了规矩。圣皇朝众人心中冷笑，他们也知道圣皇对白小纯的看重，其重点就是利用其价值。可再大的价值，一旦触犯了圣皇朝的底线，也都没用。天龙鱼那一次，白小纯之所以能逃出升天，虽与圣皇想要利用白小纯有关，可最大的因素是白小纯没有露出明显的破绽，所以圣皇才会在衡量之下强忍下来。可这莲子不是活物，不会自动飞出到白小纯手中，摆在白小纯面前的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偷莲子。而此事一旦他做了，就是万劫不复。基于这些，满朝文武虽说不是毫不在意，但也颇为放心。唯独那位刘天侯注意到了白小纯这几日的异常后，立刻警惕，攒足了劲头时刻观察，甚至内心都有些激动。他被册封为监工使后，就以监视白小纯为己任，奈何等了好几个月，白小纯始终都老老实实，这就让刘天侯着急了。白小纯，任凭你奸猾如浩，也逃不出刘某的火眼金睛。刘天侯深吸口气，对于白小纯的监视更为严密。虽白小纯的福地他无法探查，可只要白小纯一出门，他就必然全力以赴的按随。时间流逝，很快又过去了3天。在这莲宴的进行中，满朝文武的傲然里，刘天侯的警惕下，白小纯在对莲子观察许久之后，终于想到了一个他判断中不说完美，可却最有可能实现的计划。只有用这个办法了。白小纯深吸口气，不再去看天池下的莲蓬，转身直奔自己的福地。这几天他早就注意到了那位刘天侯的跟随，可却没心情理会。此刻回到了福地后，他立刻掐诀，封印四周，确保无碍后盘膝打坐，一动不动。福地外，刘天侯也找了个地方坐下，眼睛不眨一下，死死地盯着白小纯的洞府。他这几天眼睛都痛，实在是盯得太久了。可他的精神却没有感受到丝毫的疲惫，他有种强烈的预感，这白小纯的阴谋就要展开了。只要我抓住他这一次，我就立下大功。刘天侯一想到这里，顿时振奋，打定主意，自己要全力以赴，不给白小纯任何祸害莲子的机会。你不管有什么计划，目标都是莲子，只要我把你盯住，你就休想瞒过我的眼睛。就在这刘天侯的振奋中，白小纯盘膝打坐，
数个时辰都一动不动，直至深夜降临时，他看似如常，可神识却瞬间融入自己的储物袋内。小乌龟，给我出来！白小纯的神念在储物袋里回荡，眼看小乌龟没回应，他冷哼一声，哪怕通天世界崩溃，可白小纯相信这小乌龟一定还在自己储物袋内，这家伙就算是世界没了，估计也不会被波及。别装了，赶紧出来！白小纯有些不耐，神识在储物袋内横扫后，再次开口：“不出来是吧？好，那我们把以前的账算一算。”白小纯哼了一声，威胁一番，可储物袋内依旧没有半点回应。难道真的不在？白小纯诧异，摇头叹了口气。可惜了，这一次的宝物与他无缘。白小纯刚说到这里，也不知是不是宝物这两个字的诱惑太大，以至于他的储物袋内突然的就传出一股波动。宝物？什么宝物？随着波动的传出，小乌龟的声音回荡在了白小纯的脑海里。刚开始还有些模糊，似沉睡中被唤醒一般，可很快的，不等白小纯开口，这小乌龟的声音就激动了：“小纯子，快告诉龟爷，你发现了什么宝物？”小乌龟的头瞬间就从储物袋内伸出，不等白小纯说话，他就四下闻了闻，眼睛瞬间就亮了。啊，龟爷闻到了宝物的气息呀！该死的，上次失血过多，对于宝物的灵敏居然消失了这么多。小乌龟双眼发直，似兴奋到了极致，身体都哆嗦起来，刚要冲出，被白小纯一按之下就塞进了储物袋内。小点声，有人监视这里。白小纯赶紧传出神念，小乌龟眼睛一瞪，隐隐的竟有了一丝杀气的样子。谁监视伟大的龟爷？是要和龟爷抢宝物吗？没错，是一个叫做刘勇的家伙，就在门外守着呢。这家伙想要和我们抢宝物。白小纯干咳一声，快速开口：“他敢！龟爷弄死他！”小乌龟顿时就不干了，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与自己抢宝物的家伙。先不说这个，小乌龟，你感受到了吗？在这四周的天池内有大量的莲蓬，里面有无数的莲子，每一个莲子都堪比仙丹一样啊！白小纯连忙传出神念：“你悄悄过去拿一些回来，我给你掩护，咱俩3-7分，我7你3，毕竟这是我发现的，我还要帮你掩护。”这就是白小纯的计划。莲子不如龙鱼那样是具备灵动的活物，想要获取的办法只有采摘。可白小纯身份特殊，嫌疑也最大，不好轻举妄动。但若换了来无影去无踪的小乌龟，则一切就完美了。唯独需要解决的就是与小乌龟的分赃问题。一人一龟讨价还价一番，最后定下了5-5分的方案后，小乌龟精神抖擞的一晃之下，消失在了储物袋内，离开了府邸。任凭那位刘天侯如何观察，也都没有留意到有一只小乌龟从他身边一闪而过。离开后，小乌龟还得意的回头看了一眼藏在那里的刘天侯，这才一个猛子钻入天池内，很快就看到了一株水底的莲蓬，上前闻了闻后，小乌龟咔嚓一口直接咬了一块，在嘴里嚼了嚼后，眼睛一亮：“小纯子果然没骗我，这玩意清脆，好吃啊！”小乌龟舔了舔嘴唇，几下就把一整个莲蓬都给吃了。不过考虑到这么吃下去太过明显，于是开始只抠莲子出来，不碰莲蓬。许久，当他回到了福地时，得意中带着耀武扬威，在白小纯的面前一晃，直接就扔出了7-8粒莲子：“拿去吃。”小乌龟说着，自己还打了个饱嗝。显然这一次外出，他是先自己吃饱了。哪怕这些莲子都是指甲盖大小，青涩到了极致，可在看到莲子的瞬间，白小纯眼睛顿时明亮，一把抓起，冲洗干净后扔入口中。虽药效与白小纯获得的那粒比较相差很多，可这些莲子在白小纯口中融化后，一股火热之力猛然间从其体内爆发出来，扩散全身。第1069集，归赃并获，一夜无话。随着天色渐明，守在白小纯府地外的刘天侯一夜都没有休息，眼睛虽不是眨都不眨一下，可也是打起全部精神。这段日子对他来说虽疲惫不堪，可精力却极为旺盛。尤其是眼下天亮后，随着白小纯大摇大摆地走出府邸，刘天侯立刻精神抖擞，密切关注时，却发现白小纯有些不对劲。刘天侯愣了一下，实在是眼前这个白小纯与往日比较，很是容光焕发，更是哼着小曲，尤其是居然没继续前往荷叶边缘，而是直奔皇宫。有问题！刘天侯警惕时，白小纯一边哼着小曲，心情愉悦中来到了皇宫。如今的联宴还在继续，满朝权贵虽不是每天都来，可依旧热闹。对于白小纯的到来，那些笑声里带着的讥讽，白小纯依旧装作听不懂，哈哈笑声中坐在了一旁，心满意足地喝着美酒，吃着鲜果。甚至圣皇也都不会天天出现，只不过在宴席开始的时候，会从皇宫内散出其太古之力，卷来部分莲子发放下去。很快的一天过去，白小纯心情美好的离开时，他的身后那位又跟随了一整天的刘天侯越发觉得不对劲了。可他思来想去，实在找不出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只能咬牙之下继续蹲守在白小纯的府邸外，密切监视。装的，这一切必定都是白小纯装出来了的，这是为了要麻痹众人。就这样，时间再次流逝，很快过去了5天。
这一次的连宴也快要到了尾声，白小纯的日子颇为滋润。白天时，他会早早的去皇宫，夜晚归来后，小乌龟就取来莲子，二人分赃。虽然小乌龟取来的莲子个头都太小，可架不住良多这数日的时间分配到白小纯手中的莲子足有上千粒，哪怕药效再小，如此量下，也都让白小纯的修为终于从半神后期突破，踏入到了大圆满的境界。在突破的那一瞬，白小纯立刻将气息压下，内心激动无比。他知道自己距离天尊更进一步了，甚至这么持续下去的话，他有信心在几年之内就可修为彻底突破，凝聚道种，踏入天尊境。而相比于白小纯，小乌龟的收获之大，白小纯猜不出具体，可看着红光满面，甚至连龟壳也都油光发亮的小乌龟，白小纯能想象得出，以小乌龟的奸猾，居然心甘情愿给了自己1000多粒，那么这家伙每次外出在天池内偷吃的莲子数量，恐怕不会少于数千之多。这就让白小纯心中有些纠结起来。他倒不是替圣皇心疼，实在是这么下去的话，白小纯担心事情败露。你小心点啊，别吃那么多，见好就收。白小纯多次叮嘱小乌龟，好在小乌龟没有冥顽不灵，每次都是口中答应着。可白小纯还是不放心，但这小乌龟放出来容易，想要收回去难度太大，尤其是在距离连宴结束的那几天，小乌龟居然没有回来。此事立刻让白小纯警惕，难道小乌龟被抓了？白小纯深吸口气，定了定神，又觉得一旦小乌龟被抓，以对方的性格不可能守口如瓶，而圣皇也没找自己，这就让白小纯惊疑不定了。一连等了数日，眼看连宴结束在即，可小乌龟还是没回来，白小纯的焦急与不安更为强烈。而此刻在他的府邸外，那位刘天侯的焦虑一样强烈到了极致。该死的，到底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这白小纯怎么如此安静？我的判断不会出错，他一定是有什么阴谋。在他们二人的焦急中，连宴终于谢幕。随着皇宫内钟声的回荡，这场连宴与开启时一样，在谢幕的这一天，满朝文武全部到来，在这皇宫广场上，将要去见证最后一批莲子被圣皇收取，随后众人会有谢恩之礼。如此一番，连宴就可以结束了。此刻，白小纯与满朝权贵一起站在广场上，相比于其他人的平静，白小纯心中七上八下的，不断的观察四周众人的表情，可却没找出什么痕迹。直至在白小纯的紧张中，皇宫内圣皇的身影一步步走出，站在了最上首后。他的目光扫过下方众人，脸上慢慢露出温和的笑容。诸位爱卿，此番连开已取800莲子，这最后的让天下修士都有机会获得的200莲子，也将在今日被本皇取下。希望我圣皇朝能如这莲子一样，步步生莲，永恒长存。随着圣皇声音回荡，下方满朝权贵纷纷向着圣皇一拜，愿我圣皇朝永恒长存。统一的声音传遍八方，白小纯在人群内压下心中的不安，一样抱拳开口。在这众人的朝拜中，圣皇笑容越发温和，他右手随意的抬起，太古修为蓦然散开，一股神圣之意惊天而起中，由大手幻化在苍穹上，在天池的水面波动中，一株株莲蓬破出水面的同时，这大手落下，向着那些莲蓬一抓。往常圣皇收取莲子都是一抓之下，莲蓬自行盛开，莲子飞出。可这一天，在圣皇大手抓去的刹那，破出水面的那些莲蓬一晃后，虽同样盛开，可在盛开后却没有莲子飞出，而是在那些莲蓬盛开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窟窿。大手一顿，圣皇愣了一下。此刻广场上的满朝权贵有不少人也都散开了神识，看到了这一幕后，一个个眼睛猛地睁大。陈苏、古天君还有那位中年文士3人也都怔住。很快的，其他人也都觉得不对劲，纷纷神识散开，在看到了那些升起的莲蓬上的窟窿后，全部呆住。白小纯内心咯噔一声，他神识同样散开，看到了盛开后没有莲子，只有窟窿的一株株莲蓬，心虚中也赶紧装出错愣的样子。整个皇宫一下子安静无比。半晌之后，圣皇面色阴沉，大手再次一挥，顿时天池内又有不少莲蓬破出水面后全部盛开，可依旧没有半点莲子出现，有的只是那一株株莲蓬上的黑窟窿。这一幕让满朝权贵不由得纷纷倒吸口气，哗然之声更是控制不住的爆发出来。这莲子呢？怎么可能？居然没有莲子！在这众人的惊呼中，白小纯的声音带着夸张，超出常人般，也扯着嗓子喊了起来：天啊，怎么会这样？莫非是被那些天龙鱼给吃了？在这众人不可思议的声音回荡中，圣皇的面色难看无比，他右手猛地抬起，这一次竟不是操控那只苍穹大手，而是亲自出手掐诀，向着天池一指。顿时其体内的神圣之力滔天爆发下，天地为之色变，风云倒卷中，整个天池内的所有莲蓬竟在同一时间全部破出水面。无论是成熟的还是没熟的，无论大小，齐齐盛开，数量之多，怕是足有上万株。此刻全部出现，让所有看到之人都心神震动。而更让他们震动的是，这出现的上万株盛开的莲蓬，
居然有大半都没了帘子，那一个个黑窟窿，触目惊心。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几乎瞬间，不仅仅是圣皇、陈苏三人，就连那些半神乃至天人的朝官，也都立刻注意到了，在其中一株盛开的莲蓬上，此刻竟有一只小乌龟，口中咬着吃了一半的拳头大小的莲子，显然是被这突然的一幕惊到，那咬了一半的莲子从其口中掉了下来。在看到这小乌龟后，白小纯眼睛猛地睁大，内心咯噔一声。他本以为小乌龟只是偷吃了几千，可却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偷吃了这么多。与此同时，四周的怒吼之音震天而起。该死，这是什么乌龟，竟敢偷吃我圣皇朝鲜莲！这么多莲蓬都空了，近乎70%啊！他吃了至少上万莲子。该死的，我要炖了他！第1070集是白小纯让我干的。在这众人暴怒的同时，圣皇的面色也难看到了极致，右手猛地抬起，任凭小乌龟的速度有多快，哪怕来无影去无踪般悄然无声，可在圣皇的出手下，依旧没有办法逃走。只见小乌龟的身影几乎刚一挪移，眨眼间，它四周所在的虚无就好似封印一般，直接凝固，任凭它如何挣扎，也都于事无补，瞬息就被一股大力猛地吸撤，化作一道长虹，直奔皇宫而来。出现时，赫然在了圣皇的手中，被他一把抓住。小乌龟这一次似乎是真的被吓到了，眼看自己被面前这个让他也都觉得恐怖之人抓住，他顿时就发出凄厉的惨叫：“我是被逼的，是白小纯，是白小纯让我干的，他才是罪魁祸首啊！你们不知道，这家伙就是个祸害，是他逼着我去偷帘子的，我是无辜的，我也是被害者。”小乌龟4个爪子不断的挣扎，声音极为尖锐，传遍八方，回荡在广场上每一个圣皇城修士的耳中。他们的怒意本就滔天，此刻听到了小乌龟的话语后，顿时就看向白小纯。瞬间，那一道道目光刹那落在了白小纯的身上。白小纯身体哆嗦，呼吸急促，额头冒汗。他虽知道这小乌龟很是操蛋，很难守口如瓶，可却没想到这家伙竟没有半点坚持，直接的就将自己给卖了。尤其是想到这小乌龟自己偷吃了上万莲子，只给了自己1000粒后，白小纯内心的诅咒如大浪一般。可他的反应也极快，表情刹那就化作了错愕，似才反应过来般，猛地跳了起来，指着小乌龟：“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圣皇陛下，这是阴谋，这是有人要害我啊！”白小纯一脸怒意，好似受到了天大的委屈，此刻声音也都狂暴起来。可这四周的权贵修士一个个又岂能看不出来？若没有之前的天龙鱼事件也就罢了，他们或许还会迟疑，可如今有天龙鱼的前科，他们立刻就判断出这小乌龟分明就是白小纯的同谋。不管是小乌龟指使的白小纯，还是白小纯指使的小乌龟，这一人一龟就是偷莲大盗，如今可谓是人赃并获。尤其是那原本应该今天被圣皇摘取的200莲子，是准备发送天下，被整个圣皇朝修士拍卖获取的。这一笔买卖，圣皇没有参与其内，可在场的权贵之人，不说都是利益关联，可大都是参与其中。每一次的莲子拍卖，其内都有太多的操作空间，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笔极大的收获。可如今显然是没了，圣皇也不会允许在眼下所有莲蓬空了70%后继续采摘，甚至可以想象，如今这些莲蓬已经元气大伤，怕是在未来短时间内也都不可能再有莲焰了。一想到这里，哪怕是古天军3人也都怒意升腾，实在是这牵扯了他们太多的自身利益。他们虽是天尊，可也有族人，也有麾下，每年耗费的资源极大，眼下突然少了一大笔，岂能不怒？白小纯，你胆大妄为，竟敢偷取仙莲！圣皇，老夫请奏，斩杀这白小纯！圣皇陛下，老夫复议，这白小纯必须要被惩罚。好似捅了马蜂窝一般，皇宫广场上几乎所有的权贵修士一个个都杀意弥漫，若非此地是皇宫，怕是他们都会直接出手了。此刻一个个上前开口，声音冰寒，杀意滔天。白小纯连连吸气，额头汗水更多，感受到了来自四周的杀机，他的心肝都狂颤起来，头皮发麻中正要开口，忽然注意到被圣皇抓在手中的小乌龟竟冲自己眨了眨眼。随后这小乌龟就扯着嗓子尖锐无比的再次喊了起来：“诸位好汉，都是这白小纯指使我这么做的，他是我的主人，他的命令我不能不听啊！”白小纯瞪着小乌龟，看似暴怒，可实际上内心却肆意不定。之前小乌龟眨眼间的动作看似如常，可白小纯与小乌龟在一起这么多年，立刻就察觉不对劲。再联想之前小乌龟开口就喊出自己，白小纯立刻就感觉到这里面有问题。此刻广场一片混乱，修士的请奏，小乌龟的怒吼，白小纯的大喊交错在一起，嗡嗡之音扩散开来。圣皇，这白小纯一定要死，犯下如此大罪，简直骇人听闻。还有那巨鬼，我怀疑他也是同谋，也要被处死。就在这时，古天君忽然开口，声音带着冰寒，看向白小纯时，目中的杀意格外明显。在这众人的怒吼下，人群内的刘天侯深吸口气，他的目中露出明亮之芒。
他之前监视白小纯许久，始终没有发现端倪，哪怕看出不对劲，也都没有线索。焦急的想要捶胸，此刻在看到小乌龟后，他猛地就明白了所有。更是看到如今白小纯被群起攻之，刘天侯顿时激动了。多么熟悉的一幕啊！刘天侯身体颤抖，那是抑制不住的兴奋。当初在葵黄城，在大天师的殿内，不也是相似的一幕吗？而我输的也正是那一次。苍天有眼啊！今天在这里竟重现当年一幕。白小纯，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输了。刘天侯想到这里，仰天狂笑，抬起脚步，向着前方迈出一大步。他的身上在这一刻似有一股惊人的气势冲天而起，直接就走到了广场的中心，向着此刻似乎没理会众人，而是盯着手中小乌龟，若有所思的圣皇抱拳深深一拜：“陛下，老臣总结了这白小纯500条大罪，今天要在这里宣读此人的滔天罪孽。此人第一罪。”刘天侯只觉得这一刻的自己好似与天地融合，整个人激昂无比，声音也都铿锵有力。就在他这气势攀升到了极致，话语传出的瞬间，突然的，还没等他的第一句话说完，上手处拿着小乌龟，如有所思的圣皇，此刻目中露出明亮之芒，竟狂喜的仰天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如同洪钟，顿时就回荡整个圣皇城，震动八方，惊天动地，直接就将刘天侯一肚子的话全部打断的同时，也将四周的圣皇城权贵修士的怒火全部镇压下来。好，好，好！圣皇笑声越来越大，其神色内的喜悦此刻格外明显。看向手中小乌龟时，他整个人似乎都激动了。要知道，身为太古，这种明显的情绪波动非同寻常。这一幕顿时让众人都吃了一惊，其他人还好，可陈苏3人此刻却是目光一闪，猛地看向圣皇手中的小乌龟。渐渐的，3人目中也都露出了不可思议与骇然。永恒之龟，永恒之龟！圣皇笑声中，他的声音也都带着一丝激动的颤抖。这是永恒之龟，天地间独一无二之物，传说中永恒之花的半生之灵。它出现在我圣皇城，这是祥瑞，这说明我圣皇城就是永恒大陆的正统，注定要千秋万古。听着圣皇的笑声，白小纯有些傻眼。当日守灵人取小乌龟鲜血为白小纯灌顶时，白小纯虚弱昏迷，不知道具体。此刻听到后，他立刻就意识到了方才小乌龟眨眼的原因。圣皇笑声越来越大，到了最后，他袖子一甩，带着小乌龟反身回了皇宫。临走前，更是直接下了封命：册封永恒之龟，为我圣皇朝圣龟，运我朝国运，所在之处如本皇亲临。白小纯献龟有功，赏七彩带，赏仙丹10枚。话语一出，四周权贵修士纷纷吸气，看向圣皇手中的小乌龟时，一个个都心神掀起大浪。第1071集，还有偶，没有人能预料到，这偷吃莲子的小乌龟居然被册封成为了圣皇朝的圣龟。此事匪夷所思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化解了之前的莲子之事。尤其是圣皇临走前对白小纯的册封，更是将这件偷莲之事直接抹去。偏偏众人还说不出什么。此刻眼看圣皇带着喜悦离去，他们在广场上纷纷郁闷，看向白小纯时，也都不如以往那样去掩饰什么了，一个个咬牙切齿。毕竟这一次损失的不是圣皇，而是他们。白小纯也吸了口气，这一次的逆转，在他看来也是不可思议。如今想来，必定是小乌龟很确定，一旦他出现在圣皇的面前，圣皇必然能认出其身份，从而对他的待遇将截然不同。也正是因此，这小乌龟才胆子极大的偷吃莲子，而之所以喊出与自己的关系，这显然是让自己水涨船高。不过这里还有一些地方，白小纯有些疑问，可眼下不是思索之时。不管如何，这一次的莲子危机总算是化解了。白小纯干咳一声，看了看四周郁闷的圣皇城修士，眨了眨眼后，昂首挺胸，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他的身后，那些权贵修士的目中都有寒芒，可更多的却是无奈。他们如今已经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可以用些手段去制裁白小纯的话，那么现在的白小纯，随着经历了这些，已经不一样了。尤其是这一次，那小乌龟成为了圣龟，这就等于是在白小纯身上，除了其通天世界的价值外，又多了一层价值，重叠在一起。怕是整个圣皇城内明面上能动他之人绝无仅有了。恐怕就算是圣皇，对白小纯的顾忌也要更多一些。这一点从之前的册封上就能被众人看出一二。事实也的确如此。方才那一瞬，眼看这莲棚空了，圣皇的内心第一个锁定的目标就是白小纯。要不是他认出了小乌龟的身份，怕是立刻就要镇压了白小纯。实在是他的忍耐已到了极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修士敢在圣皇城做出如此大事。可偏偏小乌龟的来历太大，尤其是传闻中永恒之龟心甘情愿的在身边的话，可以让修士对于念力的掌握超出常人所想。对圣皇而言，这一点作用更大，甚至可以说对于他突破太古也都有一定程度的推动，以至于圣皇也都心跳加速，惊喜无比。而小乌龟说出的那些话语，
其他人因掌握的信息不多，理解也就不一样。可对于圣皇而言，他显然是听出了这里面的真意。这是白小纯的永恒之规，而永恒之规一旦认主，短时间就不会改变，哪怕杀了白小纯也都没用，反倒会引起永恒之规的敌意。能让永恒之规心甘情愿地留在圣皇城，最好的办法就是获得白小纯的同意。在圣皇的眼中，每个人都有其价值，天尊如此，半神也是如此。之前的白小纯因其通天世界的身份，所以价值从某种程度上与天尊相差无几。可如今再加上永恒之规后，白小纯的价值之大，已经到了让圣皇也都极为顾忌的程度。更不用说天尊修为的古天君等人了，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愿来此打扰圣皇的闭关。毕竟身为修士，往往闭关时都是神通或者修为到了某种关键时刻，如此才会封闭灵石，完全沉静。一旦被打扰，虽到了圣皇这样的修为，不会轻易出现走火入魔之事，可也会在心神波动中使得修炼失败。可实在是他们不来不行啊！古天君、陈苏，还有一个穿着文袍的中年男子，三人面